我不做任何的户外运动，除了1-2个小时的山里走路。如果你把这算作一种运动的话，太久没运动了，才走了200多米，心跳已经126了。3个月前，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运动相机 GoPro Hero 10。我也不知道买来后它会不会再墙角积灰。在拥有了它3个多月之后的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这台机器的使用率还挺高。我是小天，欢迎回来。在使用了这台 GoPro 10 3个多月之后，我想和你分享一些我的使用体验。先介绍一下我的使用场景。我只拿 GoPro 10拍 Vlog， 在严肃创作上，比如现在正在和你们的聊天，我一定会使用索尼的 A7C， 尽我所能提供最好的画面。在日常拍照上，我也认为 iPhone 的便利远胜 GoPro。而对于记录日常的 Vlog， 我一直认为内容本身比画质更重要，拍到就是赚到。因为这样的想法，这台 GoPro 10可以说是我唯一需要的 Vlog 相机，因为它的以下特点。首先就是它的外形设计，万年不变的外观，磨砂的机身，下方的螺丝接口，这些细讲可能就有些老生常谈了，所以一笔带过。相比9代，10代的正面和侧面的 logo 变成了蓝色，可拆卸防刮蹭的镜头盖模组相比9代来说更不挂水。重量上 GoPro 上手感觉比想象中更有分量，153克，给人做工扎实的感觉。我非常喜欢 GoPro 的小巧，放在包里不占地方，结实的机身也不需要像相机那样时刻给予保护和关注，这样的小巧耐用会很让人有带出门的欲望，而只有带出门才有更大概率来记录生活。另一方面，机身小巧所带来的是它拍摄时的侵入感也很小。摄影本身是一种侵入，相机的镜头就像一只明晃晃的眼睛，时刻提醒着周围的人和事物，他们正在被看着。GoPro 小巧的机身最小化了相机的存在感，我既可以把它夹在胸前的背包带上，也可以把它架在餐厅的桌子上。有一次在外面没带相应的 GoPro 配件时，我就直接把小三脚架放在我的上衣口袋里完成了拍摄，这样极低的存在感将对别人的打扰降到了最低。然后就是它的 UI， 作为一个第一次购买和使用 GoPro 的用户，可以说我对这个操作系统还是相当满意的。如果满分是100分，我会给它75分。它的交互逻辑和别的系统有一点不一样，第一次上手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学习。不过在适应了之后，这个界面还是相对直观的。长按机身侧边按钮进行开机，按下机身顶部的按钮进行拍摄。点击屏幕可以显示或者隐藏信息界面，包括电量和存储空间，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比如防抖或者视野的调整。左右滑动切换延时摄影、拍照和拍摄，上滑查看拍摄文件，下滑进入总菜单。总的来说就是，哪怕你很久没用 GoPro， 忘记了怎样操作这个系统，在屏幕上滑来滑去，总能够找到你需要的那一条。另外就是 UI 的响应速度。GoPro 在今年把芯片升级到了 GP2， 无数测评提到它时都说比上一代 GoPro 要流畅了许多。我没有 GoPro 9，所以无法告诉你到底它在流畅度上比9进步了多少。但我可以确定的是，我对 GoPro 10的响应速度是非常满意的。虽然达不到像 iPhone iOS 系统那样丝般流畅，但是也绝不会有太长的延迟，点哪里就会马上给出回应。前置屏幕也因为 GP2 芯片的升级，的确没有什么延迟。作为自拍 Vlog 时有这样一块前置屏幕非常实用，前置屏幕加上拍摄中指示灯提示，大概是 GoPro 相比 iPhone 作为 Vlog 相机的一大显著优势。接着就聊聊视频拍摄本身了。随着 GP2 芯片的引入，相比9代的最高 5.3K 30帧、4K 120帧和 2.7K 120帧，10代可以达到 5.3K 60帧、4K 120帧和 2.7K 240帧，防抖也从 HyperSmooth 3.0 升级到了 4.0， 这一切都为它的主业户外运动的拍摄如虎添翼。特别是在需要拍慢动作的时候非常实用。但我想说的是， GoPro 虽然被称为运动相机，但随着这时代的演变和现在视频拍摄的兴盛， GoPro 的使用场景早已超越了户外运动这个品类了。像我这样不进行户外运动的人，也是一台值得购入的机器。 GoPro 的画面虽然不算优异，但日常观看和记录也算不错了。 5.3K 的分辨率也给了后期裁切一定的空间。 GoPro 自己的算法对于画面的处理也算不错，所以我用 GoPro 就是完全傻瓜式的操作，按下巨大的快门就开始拍，完全不会调整什么 ISO 和白平衡等等。 GoPro 的收音也还算 OK， 在车里面想拍一些沿路的风景时候，我一般都会选择用 GoPro。 有不少的测评做过对比，它自带的收音和额外配售的媒体模组的收音不相上下，也算省下了购买媒体模组的钱。当然，如果要追求更好的收音，也可以在媒体模组之上搭配自己的麦克风进行收音，但我觉得如果这么做的话，就有点违背 GoPro 简
简单拍摄的初衷了，所以我都是用 GoPro 自己的收音。如果想要音质稍微好一点，那就在后期稍微做一点人声的加强。大家好，我现在在墨尔本西边那个 High Point 商场。大家好，我现在在墨尔本西边那个 High Point 商场。另外 GoPro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的防抖，有 HyperSmooth 4.0 算法的加成，日常使用是不需要稳定器的。HyperSmooth 4.0 还增加了 Linear 和 Horizon Leveling， 让 GoPro 在一定角度的转动范围内，画面都是水平的，真的是开机就拍，不需要考虑怎么运镜、怎么走路来最大程度降低画面的抖动。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GoPro 的配件了 ，GoPro 配件之多，大大增加了它的可玩性。也因为 GoPro 的流行，很多户外设备在设计上就考虑了 GoPro 的机位。这个圣诞假期和朋友出去划船，朋友买的 SUP 桨板上就有安装 GoPro 的位置。另外 GoPro 的配件还有头上的、身上的各处的绑带，保证可以拍到各个角度的画面。如果对画面还有更高的要求， GoPro 甚至还有稳定器。最后想聊聊两个 GoPro 的遗憾之处，一个就是续航。一般使用 GoPro 的场景往往都是需要长时间的拍摄，但是它的续航却不到1个小时，所以用 GoPro 拍摄你真的是需要注意它的电量的，最好是带够电池或者带一个移动电源，可以随时为它充电。另外一个就是它电池盖的开关，我理解这是为了机身的防水或者防止在户外摔坏才设计的这么结实，但是我还是会时不时在需要用支架很大力抠开电池盖的时候思考，难道真的就没有人能做出更优雅的解决方式了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否过于执着记录和分享生活，而忘记了珍惜当下的感受。作为一名非全职视频博主，我总是试图在拍摄视频和享受当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难得的工作之余的出行，我既想把我的所有专注力都放在朋友和游玩上，又想是不是可以多录一些视频，留给未来的自己和屏幕前的你们。而 GoPro 给我的生活和记录找到了一些平衡。在 Vlog 拍摄上，它像一个水桶机，不像相机一样画质优秀，但所幸没有明显的短板。优秀的算法和结实的机身给我提供可靠的记录，同时小巧的机身减少了存在感，让我能够更加专注于生活本身。我中了，好大的鱼！快看，我 GoPro 来看一下，牛逼！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对 GoPro Hero 10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好的 Vlog 器材推荐吗？都欢迎你留言或者弹幕讨论。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